航空事业可以说是非常危险的勇者事业，但对于飞行员而言，不光是飞行，在飞行过程中的生理需求也是非常重要。战斗机飞行员在飞行中如何上厕所，似乎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毕竟战斗机座舱实在是太过狭小了，飞行员除了坐着摆不了其他姿势。俄罗斯大飞机如何解决上厕所的问题？很显然，在战略和战术航空中，机上厕所的问题是以不同的方式解决的。在所有大型飞机上，该问题的解决方法与在客机或长途火车上的解决方法并没有什么不同。著名的战略轰炸机图160就带有卫生间的单独隔间。当然，如果你不仔细分辨，也许你不会意识到这是一个卫生间。卫生间带有折叠式马桶的设计，虽然小，但毕竟是一个独立空间，不用担心气味。图95雄式轰炸机倒是很奇怪，直到1980年代初，图95轰炸机没有单独的洗手间，厕所安装在驾驶舱内无线电操作员工作场所的后面。很明显，没有人喜欢使用它。尽管很难相信，在许多小时的飞行中，飞行员避免去使用这个厕所。虽然它算是一个便利设施，但这种座舱中的抽水马桶得到了飞行员的昵称“讨厌的水桶”。在运输航空领域，一切都变得简单了。在安112上，该问题已尽可能简单的解决。货舱中有一个大的镀锌或塑料桶，可以用盖子盖上。是的，就是这么难以想象的原始。在更现代的运输机中，1276M 和安124上有单独的马桶模块，与客机上的模块接近。俄罗斯战斗机如何解决上厕所问题？在战斗机和前线轰炸机中，厕所问题更为严重。最近，他们被设计为最多飞行几个小时，但考虑到技术的发展和空中加油机的出现，由于加油，飞机开始在空中停留10个小时以上。在这种情况下，任何飞行员都是无法容忍。通常，此类飞机永远都没有厕所，因此飞行员可以使用专用的用于收集尿液的密闭容器，称为卫生罐。这样的容器可以在苏27和米格29战斗机以及苏34战斗轰炸机上找到。对于俄罗斯的第5代战斗机，俄科研人员已经开发出一种全新的设备——带罩的特殊内裤，配备 PZH1 液体接收器的特殊内裤，使飞行员的生活变得更加轻松。他们不再需要解开安全带和飞行服的纽扣。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新鲜技术，早在1990年代初期就开始研发，特别是对于米格31截击机而言，其飞行员需要在远东西伯利亚空域巡逻数小时。顺便说一句，该设备中国也曾与苏27战斗机一起购买。根据开发商的说法， PZH1 是一种普遍的棉质内裤，在腹股沟有一个专门的储液罐，液体可以流到那里，然后使用带旁通阀的软管连接到机载污水处理系统。由于喷射器被供应了热空气，因此该系统在启动时可确保将飞行员的尿液排出战斗机外。在2020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日，伊朗外长扎里夫在国外社交媒体上指责美军破坏他国主权，挑动地区矛盾，而理由则是伊朗获得了一份来自伊拉克方面的情报。该情报显示，特朗普当局正在试图让美国进入战争状态，来获得自动连任。美军也正在秘密筹划对伊朗发动战争。该消息一出，可以说让舆论一片哗然。外界在此前多数都倾向于美国内部的任选早已尘埃落定这一看法。中东局势上，除了以色列会继续保持自己的地区军事威胁力，伊朗有可能会在自己传奇将军的忌日当天对以色列或美军基地发起报复性打击外，并不会有大规模的战争爆发。而且就中东这块地方而言，也几乎没有什么值得美军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地方。虽然目前美军方面并未对此做出什么回应，但从近段时间中东的一系列消息来看，伊朗外长的说法也并不是没有一些迹象的。比如在最近的几个月时间里，华盛顿当局并没有对国内的疫情表现出战斗的样子，反而在军费上耗费了数十亿美元，将 B-52轰炸机编队和美国海军航母编队派遣到阿拉伯地区，对伊朗形成军事压力。而且美国相关媒体多次对外炒作，声称伊朗正在计划对美国进行报复打击，甚至夸大伊朗的军事实力，来制造一个伊朗对美国威胁的舆论氛围。这显然就是在暗中制造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的借口。而且不光是美军，作为中东最坚实的盟友，以色列在近期的表现也十分引人注意。从2020年11月底的时候开始，就有消息指向以色列接到了美军的秘密信息，要求其全军进入战争状态。虽然没有明说，但很显然这直接和美军接下来的动作有关。尽管外界对此议论不断，有部分观点认为这可能是个假消息，也有部分人认为这可能是真的。美国需要挑选一个合适的对手来让自己进入战争状态，保证特朗普进入美国的自动连任程序。别看美国老叫的凶，要是动中俄还真没这个底气。而委内瑞拉和伊朗中，前者又太过于弱小，连个开战借口都不好找，但伊朗则未必了，实力刚刚好，还不会对自己产生威胁，尤其是还货真价实的往核研究方向走，借口就更好找了。
值得一提的是，有分析人士指出，目前伊朗国内正在为已故军事将领苏莱曼尼筹备1周年纪念活动。此时的伊朗国内情绪可以说十分敏感，是否会在当天发生对美国的报复性攻击，还真不好说。但如果真的发生，这反倒会成为美军动手的最恰当借口。中国空军一直运营着歼11B 第4代重型空中战斗机。据称，此平台基于苏27侧位机，但对其航空电子设备进行改造，其中包括传感器和电子战系统，以及更多的减轻重量的现代复合材料的使用，一直是我军的主力。并且在电子战系统和弹药方面都进行了现代化的部署，如霹雳15空导弹。然而近来歼11B 战斗机又传来好消息，据环球时报12月24号称，中国改进型歼11B 已经进入批量生产。有专家表示，已经对这款重型战斗机的雷达系统进行升级，以提高态势感知能力和作战距离。于是有网友问，升级后的我军歼11B搭载霹雳15导弹战力如何呢？带着这个问题，我们一起来关注。据央视军事节目《虎虎堂》报道，有一个带有白色雷达罩的歼11B 战斗机的图片出现在中航工业微博上，吸引了不少军民网友的目光。新型歼11B 获得了哪些改进呢？据中航在微博爆料称，神飞今年12月18日前完成了科学研究批量生产中飞机的所有试飞任务。报告指出，大多数以前的 J11B 战斗机都使用黑色雷达罩，目前尚不确认新型歼11B 获得了哪些改进，但分析人士说，它可能会配备先进的有源电子扫描阵列 AESA 雷达，替代以前的脉冲多普勒雷达。据环球时报称，中国军用航空专家傅千韶认为，根据歼11B 变体的一些照片研究发现，飞机在其雷达球罩的中央前部仍装有皮托管，并且皮托管通常与 AESA 雷达存在兼容性的问题。如果飞机确实配备了 AESA 雷达，这还有待确认。他还称，新的白色雷达圆顶表明歼11B 战斗机可能配备了新雷达系统，但是也有可能是一种改进的脉冲多普勒雷达或无源电子扫描阵列 PESA 雷达，也不排除 AESA 雷达的可能。军事观察员称，升级后的雷达系统可以通过探测得更远，同时追踪更多的目标，并能够使用更长距离的导弹来提高飞机在战场上的态势意识。歼11B 现在可以从150到200公里的距离发起高精度的攻击，成为美国及其盟友的主要威胁。这主要多亏了霹雳15导弹，它极高的机动性和最新的电子战能力，加上新升级的有源相控制雷达 AESA， 都将大大提高战斗机的感知能力。即使在预警飞机的边界上进行操作，连接到数据以远距离识别目标时，歼11B 甚至可以击中电动战，距敌人300公里以内，轰炸机和预警机将受到死亡威胁。尽管歼11B 其能力已经被歼16和歼20等较现代的重量级战斗机光芒所掩盖，但其仍可与 F-15C 和 Su-27M 等西方和俄罗斯领先的平台相提并论。在中国空军的强大阵容中，升级版歼11B 的战斗机无疑受益于4代加系统的集成，如歼16衍生而来大型 AESA 雷达、先进的电子战系统和座舱显示器，以及可将霹雳15用作主要的远程空导弹。也难怪越南网友看到新闻后大受刺激。越南网友评论称，能够威胁美国的更多盟友，能够摧毁300公里以外的电子设备、电子战机、预警机和轰炸机，歼11B令人恐惧。